Hello, my love. It's good to see you. 欢迎来到 Karina 的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刷到这个视频，那么相信我，这绝对不是偶然。新的一年开始了，让我们看看宇宙有什么新的好消息想要传达给大家吧。现在我先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升专注力和放松的一个练习。好，现在请在心中默念你的问题。2026年将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呢？你将会收到什么样的好消息呢？现在请跟随我，深呼吸，吐气，深呼吸，吐气，深呼吸，吐气，好，现在你的注意力已经非常集中，并且心情已经非常的放松。欢迎大家和这个视频进行一些好的能量互动，相信我，宇宙中的能量是在不断的进行流动和交换的。你给我一些你的好的能量，我一定会加倍把我的好的能量返还给你。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或者与这个视频进行一些点赞、留言、关注，所有这些互动都将是我们之间能量的交换。2026年最近真的很沉浸于滑雪，所以根据我买的一些滑雪装备的吊牌来作为大家今天的指示物。第一个是 Canada Goose， 它的保暖性能和防水性能都很不错哦。第二个是 Burton 的滑雪装备真的是圈内数一数二的。第三个是 Alo 的一些穿在最里面的速干衣和一些中层的保暖衣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接下来请根据这三个指示物选出你当下觉得和你最有链接，或者最有感应，或者你当下觉得看得最顺眼，把你的注意力都吸引住的那一个作为你今天的选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如果你光看这些指示物还是比较困难能选组的话，那我再帮大家提供一些牌背。第一组的牌背，第二组的牌背，第三组的牌背。好，接下来就请进入你的选组吧，看看2026年你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好消息，将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Hello， 抽到第一组牌的宝宝们，首先我们先来抽一张牌作为结尾彩蛋，我们到最后再来解读这张牌，看看天使想在今年传达给你的讯息是什么呢？现在请第一组的宝宝心中继续默念你的问题。2026年将会收到什么样的好消息呢？2026年将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呢？ OK， 首先第一张牌，哇，星币9。我觉得2026年第一组的宝宝们，首先在事业或者是一些物质上面是会有很不错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宝剑3，可能会收到一些讯息，比如说在一些人际关系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整理，可能会剔除掉一些之前不利于你，或者说让你觉得非常内耗或者非常
容易有一些复杂人际关系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一些让你觉得当下短时间内比较伤心的事情，但是很快你会快速的恢复起来，因为你会发现，当你把一些不是很健康的关系清理掉之后，不管是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感情上面的关系，或者说是一些你可能觉得它能帮助到你，而你去苦苦维系的一些人际关系，可能你是在觉得你在进行向上社交，但其实对方是没有真的很把你当回事的。当你清理了这样的一些关系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人的思路反而变得无比的清晰，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可以自己主导你自己的一些规划和计划的。你会觉得说在之前你可能觉得想要达成一些你的目标，或者你想要的事业上的成就，你是需要有一些贵人来帮助你，或者说你需要攀上一些有用的关系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但是当你被这些不好的关系背刺了之后，你反而发现说，其实你的自主行动力和你的这个自控力是非常强的。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不是说你一定要苦苦的追求，苦苦的攀附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反而说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能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很聪明、思路敏捷，然后反应非常快的一个人。所以呢，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往往会在那个时候变得思路无比清晰，你会觉得自己能够快速的把你遇到的一些困境给解决掉。而且你是一个目标非常非常明确的人，就能同时出现宝剑女王跟宝剑国王。你目标明确，而且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人狠话不多的人。当你以这种目标导向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复杂的人际关系对你来说可能反而是一个拖累。你可能会去为了附和别人，或者说和别人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去勉强你自己做一些你本来不想有的社交，或者去本来你不感兴趣的事情，你可能被拖着，觉得说我们是好朋友，或者我们能够玩到一起，我们才能有比较好的关系的交互。但它其实是比较浪费你的时间的。我觉得你独处绝对是更好的，这里也有星币9的能量，你其实是非常适合独自美丽的一个人。当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同时你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当你能够自己静下心来去想你后面的每一步的行动的时候，我觉得你自己就能去研究出很多东西。然后你可能会发现，比起和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里面消耗自己，在里面去勉强自己，不如甚至一个人你跟ChatGPT 你跟 AI 去聊一聊，你会有或者你在网上进行一些搜索，可能你会有更好的灵感，然后你能够把这件事情想得更清楚、更明白，更加能够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的宝宝虽然说可能会出现一些人际关系的断裂，但是对你来说，你很快就能从这种不舒服的短暂的痛苦里面走出来，因为你很快就理清了你的思路，而且在工作上，或者说在你的事业上，甚至在你的整个物质生活方面，在2026年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往前进一步的一个状态。这种往前进一步当然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说你其实并不是说我是突发奇想有了一件事，而是说你之前在去年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然后呢，你一直想要更上一步，那在2026年你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完成了你更上一步，更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一个成就，然后呢，你总体来说今年你对你自己的成就也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你也能够说并不是非常辛苦的达到你自己的成就的。你在达到这个你想要的目标之后呢，其实你还是能够享受你的生活的。总的来说，我觉得第一组的宝宝今年在事业运上还有一些思路、人际关系上面都会有一个和之前很不一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可以说是能够比较好的主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 I want it, I got it 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要我就能去追逐，然后我就能去得到。好，我们再抽一张指示牌吧。OK， 它迫不及待的出来哦，星币2。我觉得这张牌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第一组的宝宝，你们在遇到多线程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反而会让你们的心绪变得有一些混乱，所以你更适合把你的工作一件事一件事的去处理，而不是说同时进行多个事情的处理。比如说，当你想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件事情的目标进行一个拆分，不需要一开始把这个目标定得太复杂，或者说定得太高，而是当下对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比较有规划的把一个大的目标拆分成阶段性的小目标。比如说新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定一些年度计划，像我其实在每年的新年我都会有定我的年度计划。那么有些时候你的年度计划可能是比如说滑雪吧，因为我最近真的很沉迷于滑雪，那可能一开始你定的年度计划是学会滑雪，能够上绿道，能够上蓝道，这样一个比较大的目标。那么对于第一组的宝宝呢，我就会更加建议大家把你的目标进行一些拆分。比如说在今年雪季比如说近1个月你能比较好的学会落叶飘，然后呢1个月之后呢，你能够不需要请教练就能上绿道等等，把你的计划进行一个细小的拆分，然后再去逐步的完成逐步的攻克。这样的话呢，第一组的宝宝一定是能够达成你今年所设定的一些目标的。那如果比如说体现在事业上，比起把你的计划定成你今年完成多少的销售额，或者说今年你在工作中能够被领导认可，或者说能够完成升职加薪，比起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目标，第一组的宝宝更适合把你的计划拆分成分时间段去完成的一个目标。我觉得那样子对于思路很清晰的第一组宝宝来说，能够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加细节的规划。同时呢，宇宙就是还想告诉第一组的宝宝，多多利用自己聪明，然后敏感、思维活跃的这些优点，当你出现一些让你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快速的清醒过来，快刀斩乱麻的结束这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关系，或者离开这些让你不舒服的人。然后呢，总体来说，第一组的宝宝2026年在事业上以及这个人生规划上都是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成就的。总体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人间富贵花的一个状态啊，就这种富婆或者富豪在自己享受自己今年的成果的这张牌，其实是你今年的一个核心牌。那也是主要也是土元素和风元素比较多，这2个元素基本上就奠定了你今年的一个基调啊，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聪明有钱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如果你能把你的一些大的规划画得再细一点，在可执行可落地方面进行一些更好的拆分的话，相信第一组的宝宝今年在2026年一定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吧。我们再来看一张神谕卡。第一组的宝宝们2026年会有获得什么样的好消息呢？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呢？ OK， 他直接迫不及待的弹了出来。 OK， 这张牌呢在说passion wide love open your heart let love in， 就是说今年可能对于你来说是非常有冲劲非常有能量感的一年。同时呢，我觉得
因为确实前面的塔罗牌没有出现水元素方面的东西，但是在这里这张牌其实弥补了水元素的不足，就是说你会在很有能量、充满行动力的同时呢，你能够打开你的心灵。建议你打开你的心灵，如果遇到爱的话，不要去拒绝，让爱成为今年你人生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说宇宙在告诉你，今年其实你不光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在感情这方面，可能会在你还没有完全，可能会在你没有去刻意寻找的情况下，遇到一个让你觉得非常舒服，同时能够给你一些正向的鼓励，或者给你一些正能量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出现。然后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宇宙建议你不要拒绝他，不要觉得说我今年要认真搞事业，或者说我今年受到了什么样的情感上的伤害，那我今年就不想要再有一段感情了。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呢，可能会对你自己有一定的束缚，但是当你把你的心扉打开，就顺其自然，可能你能自然而然的遇到一些好的感情。这张牌呢，就是在告诉你，不要因为之前受到的伤害，或者说你当下觉得感情不是你生活中的重心，而去拒绝一些感情。因为这张牌其实在预示着你今年会遇到一个新的感情上的开始。那么希望你在遇到你觉得有这个让你有悸动，或者说让你觉得心动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你能够去顺应的去接受它，去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它这个感情很有可能能够让你惊喜，它可能能够让你燃起一些对于生活的一些极大的热情，会让你觉得说事业和爱情双丰收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组的宝宝们牌面真的非常好，目前看到的牌除了这张建议牌很明确的给了你一个不要做的规划以外，别的所有的状态牌都是正位的。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结尾的彩蛋吧。 What you think is what you create。 那真的很符合第一组的宝宝了。第一组的宝宝其实真的就是我想要我得到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能够很清楚的理清你的思路，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今年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今年想要考取什么样的证书，你今年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学位，你今年想要怎么样功成名就，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创业上，你的目标都非常明确，并且在很详细的拆解你的目标之后，你的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你的想法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剑一样，能够帮助你斩断前面所有的这个困难或者说是阻碍，然后呢你又能够很好的把你的想法进行一个落地。这个天使传讯的卡牌和第一组宝宝前面的牌真的非常非常的符合。那第一组的宝宝就记得今年在忙好你的事业，忙好你的工作，忙好你的学业的同时，记得打开你的心扉，如果遇到一些感情上面的机会的话，也可以及时的抓住哦。可以打出感恩宇宙，感谢宇宙今天给你的信息。拜拜。Hello， 第二组的宝宝们，首先我们先来抽一张彩蛋卡作为结尾最后的解读，看看天使想2026年和你说什么呢？好，我们把这张牌放在旁边，最后再进行解读。请在心中默念你的问题。第二组牌的宝宝，2026年会收到什么样的好消息呢？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呢？出现了很多牌，2张大牌，好，第二组的宝宝的能量其实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首先因为我看到了这张牌，我想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就是寄居蟹。寄居蟹呢，它的
它是因为它的身体非常的柔软，所以它必须要找一个贝壳，然后住在里面。然后贝壳就是它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这是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寄居蟹的这个特点啊。但是呢，寄居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的身体会长大，但是它找的这个贝壳是不会变大的，所以寄居蟹是需要换壳的。当它的身体变大的时候呢，它要不断的找一个更大的贝壳，合适自己的贝壳去容纳它长大了的身体。所以其实寄居蟹在西方呢，也和这个自我成长、自我提升有着很明显的关联。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副牌作者其实真的想法非常的巧妙。用寄居蟹和隐者去结合，其实就是说，当你在进行一些自我的思考、自我成长的时候呢，你能不断的把自己进行一个更新换代，你不断的变成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组。我觉得这个是选到第二组牌的宝宝们2026年的一个核心，就是你在不断的进行思考和成长，你能够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比如说一次深度的学习，一次和自我精神的一个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次深夜的思考中，能够出现一个觉醒，然后你自己在心灵上和你的思维上都有一个更好的成长，同时呢，你能够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就本来你其实就是一个做事非常有想法，然后很有行动力的一个人，但是今年呢，你和之前不一样的是，比起先做后想，你今年会进入到一个先想后做的一个阶段。你不光只是会冲动的去做事，或者说不光只是说在行动中去吸取教训，你今年会进入到另外一种做事情的状态，就是说你会先想，然后你做出选择，然后你会觉得我不能冲动行事，我要有一定的规划再去行动。其实今年对于第二组的宝宝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个人成长的一年。你能够更加好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想法，去更加清楚的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出现两个选择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哪一个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选哪一个该去怎么做，以达到你最初想的这个目的，你会进行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全盘的分析。这种理性和冷静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在去年的时候你应该是比较难做到，在今年你有意识的提醒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理性一点，让自己的所有的行动变得没有那么的冲动，没有那么的像无头苍蝇一样的去辛苦去忙碌，但是可能到头来你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为了做而做，而并不是说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结果导向而去做。可能之前的你会觉得说忙忙碌碌了很久，但是并没有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或者说忙忙碌碌了很久，但是有一种事倍功半的感觉，你收获到的东西与你付出的努力相比来说，其实真的有点少了。那在今年呢，你意识到了你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开始学会进行一些好的规划，开始学会进行一些好的沉淀，然后在沉淀之后呢，做出对你当下最有利的一个选择之后呢，你再去行动，你把你的很强的行动力放缓了。但是本身呢，就是第二组的宝宝其实是行动力比较强的，也是会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因为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巨蟹座的能量，然后这里又是一个寄居蟹，就是感觉你们的土能量和水能量其实都是比较重的，同时呢又有这种火的能量加持。总体来说呢，会让我觉得2026年你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变化，就是你们做事情更加懂得思考和规划，然后同时呢更加脚踏实地的去做事情了。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看第二组宝宝的底牌OK， 底牌是
圣杯八，那其实真的也是非常符合你的一个情况。那圣杯八呢，就是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啊，可能过去的自己。你是有一定的成就的，可能真的是在去年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些事情，让你能够真正的想清楚，说你不想要待在你现在的一个舒适圈当中了，你有了新的想法，你有了新的决断，然后呢，你打算重新起航，你打算把这些过往的东西，过往的不管是成就也好，一些痛苦的经历也好，你把它们都丢掉，然后你和自己进行一些更深的对话之后，你想明白了，你今年想要怎么样去完成一些不管是事业上的还是情感上的人际关系上的一些新的处理方式，你都会觉得说今年你想要变得和去年不一样。然后同时这里有2张8的能量，其实灵数8的话也有这个无限的意思，因为它跟这个 infinite 无限的符号其实是有很强的关联的。所以说其实今年你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你从之前你的一个旧的一个循环中走了出来，然后今年你会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你做好了一个心理的选择之后，你其实是保持住了你之前一个很有行动力、很有冲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基本上能够义无反顾的朝着你今年给自己定好的一个目标，或者说你今年想要立住的一个人设。第2组的宝宝呢，今年和去年会出现很大的变化，然后你的思维模式，你做事的这个节奏都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转变。那这种转变呢，其实确实是可能你去年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呢，然后你开始进行反思。然后第2组宝宝很可贵的点就是你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是不会被打败的，因为你们有很强的智慧，然后呢也有一个很不错的保护自己，就像脆弱的寄居蟹，它的身体很柔软，但是它能够想出一个如此聪明的办法，它去寻找坚硬的适合自己的贝壳，把自己保护起来，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强。同时当它不断成长的时候，它能够通过不断的换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个跟第2组的宝宝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像的，你们从来不会说我现在待在这个壳里面我就止步不前了，我的身体就不再成长了。不是的，你们之前不管过得有多好，或者说不管你们之前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在别人看来很不错的一个阶段，你们都会还是想要不断的往前，你们不会轻易的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然后就摆烂啊或者什么的。其实你们是非常聪明，然后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的人。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这边，宇宙能够给到你什么样的建议呢？第2组的宝宝2026年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会有什么样的好事情发生呢？宇宙能够当下给你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呢？ OK，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感慨，就是塔罗牌神谕卡它真的就是有很神奇的链接。你看，这就是说拥抱变化，拥抱转变。我觉得就真的会让你不断的觉得这是一件当你出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你能很好的想明白它，然后你能很快的适应。在适应之后呢，你自己加速的成长之后，你能非常好的进入你自己的下一阶段。你不会说很内耗，不会说沉浸在让你不舒服的痛苦里面，你反而能很好的拥抱这个变化。这个变化让你成长，你能够很快的找到合适你的新的壳，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觉得这张神谕卡出现的实在是太灵性了，就是
你能很好的拥抱变化，变化使你成长，使你变成更好的你自己，使你更加明确你的目标。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彩蛋卡吧。其实这个建议牌，这当然不算建议牌，这其实是一张彩蛋牌。就是我觉得第二组宝宝真的有点太有灵性了，你知道吗？他说不要让你生活的过去困住你，就是你的过去是你的过去，你的现在是你的现在，你能够很好的拥抱变化，你能够很好的接受新的自己，你能够不断的给自己新的滋养、新的养分、新的知识去充盈你自己。然后呢，你并不会因为过去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困住你的想法。你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在进化的过程，就像物种起源里面写的，就是人类是在不断进化的，那你也是在不断进化的。有的物种可能会在变化中被宇宙淘汰，有的物种会在变化中不断的克服困难，长出新的羽翼，长出新的鱼鳞，长出新的外壳，去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你就是那样的一个物种，你就是一个能够让你不断困难会不断的让你成长，挫折不断的让你反思。我觉得你真的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一类人。那对于第二组宝宝，我相信你们做什么都能做好的，因为你们真的是非常静得下来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从来不会怨天尤人的去抱怨环境，抱怨你遇到的不好的不公的事情，反而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都会让你进行一个反思，进行一个学习，让你变得更好。那非常恭喜第二组的宝宝们了，可以在弹幕上打出感恩宇宙。2026年你的变化，你新的自己一定会变得更好的。相信第二组的宝宝们在2026年一定会活得让自己觉得非常的精彩的。感谢观看啦，拜拜。Hello， 欢迎第三组的宝宝。首先我们先来抽一张卡作为结尾彩蛋。我们把它放到，哎呀，怎么不出来？我们把它放到最边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再进行解读。请第三组的宝宝心中默念：2026年将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呢？将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呢？OK。第一张牌向我们看，2026年将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呢？就这张哈。Queen of Cups。第三组的宝宝，2026年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呢 ？OK， 好，第三组的宝宝，我觉得，可能去年大家可能经历了一些情感上的打击，或者说一些人际关系上让你失望的事情，也有可能是一些工作上的不顺心，让你觉得出现了很内耗的情绪。但在2026年呢，你决定不再内耗，你决定不要再进行自我怀疑、自我批判，你开始变得不会只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觉得你开始走出一种钻牛角尖的一个情绪，你总觉得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让他有什么，让他觉得我怎么样了，所以他才不跟我玩了，所以他才不喜欢我了。我觉得你可能已经从这样的一个状态走出来了，并且你可能会觉得说之前的自己实在是有一点太贬低自己了。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不错啊，只不过可能你们之间的缘分只是尽了而已。因为你会发现人的一生中，就是不管是朋友还是这个恋人啊，他其实都只能陪你度过一个阶段的时间，只不过这个阶段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那
甚至有的人可能30年的感情也能走到尽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年第3组的宝宝，在今年，我觉得你停止了一个非常内耗的一个状态，你开始变得说，我不想要再把所有的问题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了。我觉得怪自己是没有用的，就像有一句话说嘛，其实一个新的开始才是真正能让你放下过去的一件事情。你会开始去寻找说，一些新的机会，一些新的人际关系，一些新的有意思的事情，你会让自己放在有更多的选择上面，而不是说只是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事物中。那我觉得今年对于第3组的宝宝来说是一个放下过去，然后同时有一个新的开始，你会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你不会再觉得说我就要吊死在一棵树上，或者说一个如此我重视的人，一个我这么多年的好闺蜜和我再见了之后，我觉得我就再也交不到好的朋友了。我觉得你会停止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反而会觉得说我要更加的打开自己，我想要更加open-minded 去寻找更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觉得2026年第3组的宝宝会培养一个新的爱好，然后这个爱好呢，你会在其中找到很大的乐趣，然后你也有可能会通过这个爱好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呢，或者说甚至可能有一些人能在这个新的爱好中找到自己的事业，能够让你能把这个爱好发展成一个好的副业，甚至是一个好的主业，是一个非常好的节奏吧。我觉得2026年可能之前的一些人际关系让你觉得很累很伤心，你觉得你之前那么努力的付出自己，那么努力的让自己很随和，让自己接受大家的接受对方的想法，基本上你之前是由对方去主宰你的喜好，主宰你们去哪家餐厅，主宰你们去哪儿旅行，主宰你今天干什么，就是你其实之前是有一点这种讨好型人格吧，就是你没有那么大的自己的想法，你会觉得说只要我和你在一起干什么都可以啊。那当这样的一个关系破裂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迁就别人，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提出一些建议，对方也会采纳的，你没有必要只是一味的附和对方，然后呢可能你之前的一个状态反而让对方把你没有当回事儿，把你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去看待你，但其实你明明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的脾气好，你就要被不好的对待，或者说被忽视你的感受呢？今年呢，你想通了这一点，你会发现人生其实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追逐的，并不是说非要苦苦维系一段感情或者一段关系，你会觉得说发展你自己的兴趣，然后想明白了自己真的想要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才是最有意义的。来，再抽一张建议牌吧。 OK， this one。 那我觉得我觉得第3组的宝宝今年其实你们可以对物质上面的追求放得很简单，你们更加想追逐的一定是精神上的东西，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你想要一个更忠于你自己想法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去一味的迁就别人。然后你的这个新的爱好可能是比较烧钱的，但是你并不在乎，因为你会觉得说钱赚来了不就是为了花的吗？如果为了自己的话，所有的投资都是值得的，毕竟你的钱是花给你自己的，而不是花给别人的。你会觉得说你很享受你的新的爱好，或者说我旁边的小猫好可爱
你会很享受你在新的爱好上面的所有的投入，可能不光是钱，也有可能是精力、时间。我觉得可能跟我最近很沉迷于滑雪有点像吧，就是以前的周末可能我会比较喜欢出去逛街啊、拍照啊，或者是吃好吃的，但最近的周末就真的就是寒风瑟瑟中跑去很远的地方去滑雪，然后去摔跟头，摔的尾椎骨都很痛。然后滑雪装备啊、教练啊，还有包括各种的开销其实很大，但我会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吧，我只能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可能第三组会更像我自己一点。对，之前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怀疑自己，让你觉得内耗，让你觉得怎么会有这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这样一个如此随和的人身上呢？为什么我要被误解？为什么我已经如此牺牲自己了，还会被别人觉得不够？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你还不如把注意力从别人转移到自己身上，你去培养你的爱好，你去培养你感兴趣的事情，或者说你去选择一个或者说你去想好你下一步该做什么，然后你去为了它把这个投资放到自己身上。我觉得对于2026年第三组的宝宝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年。然后呢，其实如果放在去年的话，我可能会想要提醒第三组的宝宝说，注意一些这个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可能过度内耗了，会让你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精疲力尽啊，或者觉得容易失眠啊什么。但是放在前面这些牌的话，我觉得这个牌是会有点让提醒第三组的宝宝，就是说当你去把这个不管是玩你的爱好，还是去做一些你想要让自己达成的一些事情也好，注意身体，就是真的是身体上的一些损耗。就比如说像我滑雪，不要骨折啊，就这种要注意好，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一个伤害。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吧，看看宇宙想给第三组宝宝的一个建议。OK， The Wellspring 啊，这个真的是跟我刚刚说的也太符合了。我觉得这副神谕卡真的是跟我链接最好最深的一张牌，就是我前面说什么，然后它立马就能给我一个大大的肯定，去加深我前面所有的占卜内容。还有说你一定要把自己放松下来，精神上还有你身体上的安全，你都应该给自己一个空间。就当你觉得想法、思想累的时候，去深呼吸，去静静的躺下来。然后当你觉得你的身体很累的时候，去做做按摩，去做一些疗愈，让你的身体放松下来。然后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身体，保护你的身体，不要让自己受伤。毕竟身体是一切革命的本钱，对不对？就是你的舒服比什么都重要。在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一定要学会给自己放松，不管是心灵上的一个放松，还是身体上的一个放松。不要因为让你内耗的人际关系去过度寻找自己的问题，也不要因为你的新爱好，你非常想把它做得好，然后去让你的身体受到损伤。我觉得宇宙在建议你自己不要去挑战自己的极限，你以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状态去做所有的事情。OK， 我们来看相信奇迹。其实这张天使传讯是很直接的一句话，就是相信奇迹。当你今年做好一个大的决定的时候，我觉得比起你去把自己逼得很紧，或者说比起你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一个这个心态以外，其实可能你就只要顺其自然，你就能达到你设立的这个可能是很高的一个目标了。就是说你今年其实会是很幸运的一年。我觉得
可能你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很高的期待值上面，但是你就能收获到很不错的东西，因为奇迹会发生，因为你不再是过去那个因为你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你了，你已经，当你把你的想法，当你把你的精力都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变得非常的强大，你的潜意识会帮助你寻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你的身体的能量是完全足够让你的想法去实现的，所以不需要把自己逼得紧，你只需要按照一个让你自己舒服的节奏，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玩的时候玩，该努力的时候努力，你其实就会有一个让你惊喜的一个结果出现在2026年。那非常非常恭喜第3组的宝宝啦，可以在弹幕上打出感恩宇宙，和我进行更好的链接。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